近期上映的电影《不虚此行》坐拥胡歌和吴磊两大主流红星，两人还十分卖力配合了路演，但是票房却没有达到很多人的心理预期。作为一部比较小众的文艺片，也没太多办法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电影本身，反倒是两位男星在戏外的言论登上了热搜。胡歌关于我们也需要票房的呼吁引发了两极讨论，有人质疑他卖惨，也有人觉得其实可以理解，毕竟电影和电视剧的收益模式大不相同，面对的商业压力更大，是需要观众从口袋里掏出真金白银的。其实可能在市场上它并不是一部特别商业化的电影，但是我们也需要票房。而吴磊的发言同样引起了网友热议，不过不是关于票房，而是有关他的高情商。路演现场，记者给吴磊挖了一个坑，问他认为胡歌最幼稚的地方是什么。吴磊脑子转得相当快，没有回应简单的商业互吹，而是笑言：我觉得他最大的幼稚可能就是愿意跟我玩在一块儿吧。那相比之下，你觉得你成熟的地方呢？什么？你成熟的地方在哪里？我最成熟的地方就是我能跟他玩在一块儿吧。这一句话展示了超高情商和说话技巧，一方面看似以自贬的方式捧高了前辈，态度谦逊容易博得好感，另一方面又暗示了自己和前辈玩得好的亲密关系，让听见这话的人倍感舒适，也展示了自己在圈内的资源人脉。不得不说，吴磊年纪轻轻却很会说话，但又并不会给人过于圆滑的感觉，反而让人觉得他很善于照顾别人的情绪和感受。于是网友们都忍不住喊话吴磊，让他开个说话艺术教学班。其实吴磊在很多场合秀过他的情商，比如经典的重新定义年龄差。古早偶像剧《旋风少女》中，吴磊和谭松韵是有感情线的。记者在发布会上向谭松韵提问时，提到了两人之间相差9岁。吴磊当场接过话头：对，其实我们真的相差9岁，我15岁，他6岁啊。他其实我觉得他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还要那么小一点，然后我呢，比我自己的实际年龄嘛还要那么老个几岁。就这样，吴磊又是只用了一句话，就巧妙地化解了谭松韵的尴尬。要知道，当年的吴磊确实只有15岁，一个初中生的年纪，却拥有了对女性足够的贴心和尊重。旋风少女剧组上快本做宣传活动时，李维嘉开了一个玩笑，表示整个场子只来了旋风，一个少女都没来。这时候又是吴磊立马指着谢娜姐姐说：少女在这里啊。小伙子，有出息，加入我们大本营主持团队吧。吴磊这临场快速反应的能力和嘴甜的程度，令人肃然起敬。同样在主演《长歌行》时，吴磊的搭档迪丽热巴曾担心要与比自己年纪小7岁的弟弟演情侣会不会太违和，但是吴磊一句话打消热巴的担忧。还要演你喜欢我喜欢你这种角马，真的是太对不住你了。然后他说没事啊，你显小我显老。怪不得热巴觉得吴磊不像是弟弟，反而像哥哥一样成熟。他的实际年龄很小，但是他的那个感觉心理年龄就很成熟，像个哥哥一样，对，很会照顾人的情绪。在我是大侦探节目中，张天爱有一段受了情伤柔弱倒地的戏份，这让演惯了偏男孩子气角色的张天爱忍不住感慨，第一天觉得自己像是个姑娘了。此时同框的嘉宾吴磊用非常坚定的语气告诉张天爱：你知不知道我第一天觉得自己像个姑娘了？你每天都像姑娘姐。温柔的一句话，让屏幕内的张天爱和屏幕外的观众都如沐春风。有时候简直怀疑吴磊不是个小男孩，而是什么成熟魅力男重生而来，稳重的灵魂住在吴磊幼小的身体里。更出圈的是吴磊在女演员体重话题上的表现。内娱有太多男星在上演公主抱之类的戏码时，自己抱不动女演员就算了，还要吐槽本来就很瘦的女演员吃的太多，实在令人下头。遭受过这个待遇的女演员中包括迪丽热巴，不管是拍剧还是上综艺，很多合作的男演员都公开吐槽过迪丽热巴太胖抱不动，甚至有些抱起来后坚持不到5秒钟就得放弃，还要让工作人员一起来帮忙。当然咱也不知道他们的言论里是节目效果成分居多，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众所周知，胖迪从来都只是喊着玩玩而已。迪丽热巴也是欲哭无泪，公主抱戏份都快造成心理阴影了，以至于到了《长歌行》中，面对吴磊这样的年轻弟弟，热巴都害怕会再次被吐槽。然而吴磊真的是一股清流，剧中的各种花式公主抱他都是游刃有余的样子，就算抱着热巴也能奔跑起来，最后还能把他轻松温柔的放下，这让热巴都惊了。在一次采访中对吴磊赞誉有加。我的天，他是第一个就是
把我抱起来，也没有说任何话的一个男演员。但是他是唯一一个说不重啊，还可以。所以当时他抱我啊，还有转圈啊，放下来，其实动作都很温柔，都很轻，真的。迪丽热巴还认证了吴磊的男友力。我觉得吴磊未来的女朋友应该会很幸福，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男孩。在《星汉灿烂》中，吴磊单手抱赵露思的名场面，至今看来也依然男友力爆棚。甚至在《不虚此行》路演现场，抱起同样是成年男子的胡歌来也不在话下。当被问及为何他的公主抱看上去如此轻松时，吴磊一面轻描淡写地回应自己自律健身的成果。我只是具备了一个成年男子正常的力量，一面为女演员证明，然后他很轻，所以说单手抱他很轻松。说真的，我都很想跟吴磊学学该怎么说话了，也是没有必要这么机智。自从吴磊说过这句关于成年男子力量的话之后，各种影视剧花絮里已经很少再出现男演员说自己抱不动女演员的画面了。就比如最近父辈的荣耀花絮里，当张越担心自己的体重会被嘲时，张晚意的回答就很正常了，一点都不沉，80多斤能多沉？80多斤能多沉？吴磊真的是以一己之力整顿了部分内娱不良风气。吴磊练就的这一嘴会说话的功夫，与他在娱乐圈混了快20年的经历可以说有关，也可以说无关。因为别看吴磊才23岁，却是货真价实的老戏骨。3岁开始拍广告，5岁就在电视剧《封神榜之凤鸣岐山》里作为演员出道了，是全国人民看着长大的30弟弟。那么小就开始在鱼龙混杂的演艺圈摸爬滚打，泡在各种剧组中，免不了早早学会很多与人相处和交往的方法。不过圈内童星多如过江之鲫，却很少有人能够修炼到如今吴磊的水平，所以有些人的天赋可能真的是与生俱来。作为童星成长起来的吴磊，难得逃过了长歪的魔咒，几乎是等比例长大了，一张可爱的小脸蛋，长大后更多了几分英俊帅气，笑起来阳光灿烂。自从《长歌行》播出之后，大家也发现了吴磊的身材拉满，各种戏服之下藏着一身腱子肉，每次一遇到大秀腹肌的戏码，就分分钟能让妈粉们的母爱变质。拍《长歌行》时，吴磊刚踏入20岁不久，大概可以这样说，这部剧就是吴磊从男孩蜕变到男人的起点。剧中吴磊要饰演粗犷豪放的草原猛男阿诗勒隼，为了更符合人设，吴磊疯狂健身增肌，练出了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效果。连看《长歌行》的各种花絮都能发现，吴磊片场间戏不是在健身，就是在去健身的路上，努力做一个草原上最猛的汉子。吴磊的宽肩窄腰和流畅的肌肉线条也就此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里。一提到阿诗勒隼，就是荷尔蒙炸裂的印象，充满男子气概和安全感。阿诗勒隼虽贵为西域王子，但养子的身份却令族人时刻忌惮他的外族血统。暗藏歧视与阴谋的生存背景下，阿诗勒隼就像一只在草原上冷酷飞翔的雄鹰，孤傲又强势。他的高冷注定了吴磊不能做过多丰富的面部表情，但吴磊却能通过细腻的眼神和肢体语言来演绎出阿诗勒隼的情绪和性格，还能带上一种特别的野性酥感。就比如迪丽热巴饰演的李长歌一不小心从屋顶滚落的戏份，阿诗勒隼为了救他也一并摔了下去，但落地前吴磊用手护住了迪丽热巴的头部，避免她受到伤害。这个动作既是吴磊本人温柔体贴的表现，也展示了阿诗勒隼性格中铁汉柔情的一面。阿诗勒隼和李长歌之间隔着背景与立场相反的国仇家恨，一个是落难公主，一个是桀骜阴损，势均力敌，亦敌亦友，两人的感情注定是要爱恨交织的。但也正是这种命运不可抗的力量，让战场上的对手相爱相杀，才爆发出了让观众流泪的绝美爱情。歌隼 CP 也一举冲进了微博超话 CP 榜前5名。我劝你还是设法给我活下去，哪怕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杀了我。虽然歌隼在榜上的热度确实不敌刘宇宁和赵露思的浩烟，吴磊也因藏不住的青春气息有时候略显稚嫩，与原著漫画中阿诗勒隼比李长歌年长几岁的设定有些不同，被不少原著粉吐槽拍成了姐弟恋。加上剧中吴磊和迪丽热巴的吻戏还都很含蓄，看起来要么是借位远景，要么用2只鹦鹉的亲昵画面来代替，未免有些小儿科。但这些都不妨碍歌隼 CP 收割了一批自封为鸟蛋的粉丝。长歌行扫楼时，迪丽热巴抓着吴磊手臂躲避人群围堵的画面，在鸟蛋们的眼里，那就是甜甜的霸总保护小娇妻的撒糖名场面。而吴磊爱上骑行这项运动，大概也是长歌行剧播期间开始的。在骑行时，吴磊不再是屏幕上光鲜亮丽的演员，而是普普通通热爱大自然的骑行者。我是阿诗勒磊，重生之我是阿诗勒磊。粉丝们也通过骑行
发现了吴磊身上更多有趣的萌点，比如他骑累了就随意找了个地方休息，一抬眼发现自己在市政门口，赶紧开溜，笑言自己不能影响市容。我裂了，我赶紧不要台阶上影响市容。还有别人都爱画饼，吴磊就不一样了，他直接给粉丝送了一个大饼，那是他骑行新疆时带回来的。他还能一边骑车一边指挥交通，提醒前车不要压线。拍一张走了啊，不要在路上逗留。最新的骑行北疆篇章里还有一个十分搞笑的画面，他在湖边搭了个帐篷，差点被吹飞，半夜睡不着，掏出了一本书。正当大家以为他要认真读书时，反转就来了。幸亏我带了本书，果然看了一会儿书，马上就困了。原来这书是吴磊的催眠道具，真的是立了一个内娱永远不会塌房的人设，令人笑到喷饭。吴磊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个热爱演戏、热爱生活的小伙子，有他自己独特的吸粉力。30弟弟的故事还没讲完，下期继续。谢谢观看，敬请期待下期视频，再见。